世界媒體報道香港，我們團隊整理出香港簡報。如果你有錢，香港歡迎你，容易獲得居留權。南華早報報告，香港正採取多項措施，鼓勵高淨值家庭在該市設立財富管理辦公室。香港政府正在實施的措施包括改革投資移民計劃，該計劃將計算人民幣計價的資產，以及在香港機場建立藝術品儲存設施。隨着中國經濟從社會動盪和大流行中復甦，政府也在尋求吸引中國和外國高淨值投資者。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將允許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以及以港元計價的資產計入富裕投資者的門檻。政府亦建議豁免家族投資工具的利得稅，以及檢討基金及附帶權益的優惠稅制。繼周五舉行的香港財富向善峰會旨在說服至少200個家族辦公室在2025年底前選擇香港作為基地之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這些措施從多個維度展示了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全部魅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家族辦公室是賦予家族為管理投資和慈善事業而成立的私人公司。而這些政策舉措正值香港尋求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家族辦公室中心和匯集來自世界各地的資金之際出台。其他措施包括在香港國際機場設立藝術品儲存和展示設施，以鼓勵富裕家庭將他們的藝術收藏品存放在香港。此外，政府正在成立新的香港財富傳承學院，為香港的家族辦公室培養人才庫。正如之前報道的那樣，匯豐銀行推出了一項產品，允許高淨值個人使用藝術品等激情資產作為抵押品獲得貸款。最近，瑞士信貸表示，家族企業平均提供強勁的經營業績和投資回報。下一則新聞，香港交通意外造成約70人受傷。美聯社報告，周五，4輛客車和1輛卡車在香港一條公路隧道附近相撞後，約有70人受傷，其中包括兒童。大多數受傷是輕微的，但約有9人受傷更嚴重。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數十名消防員、護理人員和員警趕到現場，幾名公共汽車乘客不得不被說明下車。下一則新聞，香港放寬 IPO 規則，吸引獨角獸首次公開招股融資。南華早報報告，香港股票市場運營商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為尋求籌集資金的科技初創企業開闢了一條進入香港主機板的新途徑。估值至少為100億港元（13億美元）的公司現在可以在首次公開募股中出售股票，即使他們尚未從銷售中獲得收入。此前的門檻為150億港元，新政策還將上市前1年銷售額至少為2.5億港元的公司的最低估值降至60億港元，這比80億港元有所下降。寬鬆的規則針對5個領域的申請人，雲計算和人工智慧等高科技領域，包括電動和自動駕駛汽車在內的先進硬體、半導體和元宇宙、新材料、新能源以及糧食和農業技術也受到青睞。香港有嚴格的上市規則，公司一般在上市前3年內必須有8000萬港元的淨利潤。在路孚特2022年 IPO 目的地排名中，香港交易所已跌至第3位，僅次於上海和深圳。分析師表示，海外初創企業也將對新的上市制度感興趣，交易所希望這將鼓勵科技行業的創新。第18次將是自2018年交易所允許擁有多重投票權的公司上市以來市場的最大變化，在與利益相關者協商了2個月後，於2022年3月底推出。一些公司已經表示有興趣在新制度下上市。諮詢公司普華永道 （PwC） 預測，香港的 IPO 市場將在2022年下半年升溫，其他投資銀行似乎也有同樣的看法。下一則新聞，泰國對中國遊客來說是安全的，大使館在人口販運索賠中表示。南華早報報告，泰國在網上報道人口販運風險後，
向中國遊客保證了該國的安全。泰國駐北京大使館表示，有關部門將採取措施，充分維護和保障遊客的安全。該國已為遊客增加了更多的溝通管道。不理視頻博主心臟醫生林林警告說，一些視頻聲稱顯示曼谷餐廳有男服務員，暗示販運者可能會操縱演算法來吸引更多的中國遊客到該國。該視頻博客此後被刪除，但之前並未被廣泛分享，受到批評和支援。根據全球奴隸制指數，泰國約有61萬名人口販運受害者，全世界有超過4000萬人被認為是現代奴隸制的受害者。下一則新聞：中國券商未來將面臨艱難時期。彭博社報告，中國券商兩家香港子公司的盈利警告表明，對於公司來說，這將是艱難的一年，因為公司承受着利率上升和房地產壓住的揮之不去的損失。2月初，海通國際證券集團表示，2022年可能虧損高達66億港元，8.41億美元，而交銀國際控股透露可能虧損約30億港元。在去年一波違約和付款延期之後，券商需要為減值損失預留準備金。沃基金投資管理合夥人黃晨說。下一則新聞：香港家族辦公室改建後獲稅務寬減。彭博社報告，香港已宣布對家族投資工具的利潤免稅，作為吸引富裕家庭到香港與新加坡和迪拜競爭的戰略的一部分。政府還重新啟動了針對外國投資者的投資入境計劃。這些舉措凸顯了香港的聲譽在多年的抗議活動以及新冠危機和北京收緊控制之後受到打擊。香港正尋求在2025年底前吸引至少200家家族辦公室。相比之下，根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數據，新加坡有700個家族辦公室，高於1年前的400個。下一則新聞：恒大債權人仍面臨重組大進程。彭博社報告，中國恒大集團的境內債務重組計劃得到了一批美元債券持有人的支援。恒大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開發商，這一宣布是朝着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重組之一邁出的關鍵一步。然而，仍有許多工作要做。重組支援協議的語言仍需在3月底前最終確定並簽署。在那之後，重點將轉移到贏得更廣泛的債權人群體上。該特設小組的法律顧問 Kirkland and Ellis LLP 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Neil McDonald 表示，說服其他債權人將成為我們工作的下一部分。當我們經歷這件事時，將有一個很大的過程。成功的債務重組是建築商努力推遲投資者要求清盤公司申請的關鍵。恢復交易將使債權人更好地了解恒大及其兩個上市單位的價值。這些股票自去年3月以來一直沒有交易，這引起了香港證券交易所對可能取消上市的擔憂。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在過去1年中加深，新屋銷售下滑。現在恒大警告說，在沒有新資金的情況下，其電動汽車部門可能需要關閉。2021年業績的發布也被推遲，因為恒大物業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披露其134億元人民幣（20億美元）的存款被用作質押擔保的擔保，並被銀行扣押，也預期發布。上個月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中國恒大在周三的檔中重申，兩家公司都在討論還款方案。下一則新聞：香港冰球團體管理不善，導致國歌混淆。體育機構南華早報報告，中國香港體育協會和香港奧林匹克委員會在上周的董事會會議上表示，在最近的國歌混淆之後，香港冰球協會被指控管理不善。2023年冰球世錦賽第3賽區的召集人播放了一首與2019年反政府抗議活動有關的歌曲，而不是香港擊敗伊朗時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該聯合會批評他們的管理層，稱他們只是口頭上支援，為防止此類錯誤而實施的指導方針。目前還沒有關於將對協會實施什麼制裁和撤線或罰款的消息。
根據聯合會發布的指導方針，由相關協會指派的團隊負責人必須向活動召集人提供包含國歌副本的 USB 驅動器。大約45個體育協會設法遵循了指導方針，沒有發生任何事件。但是由於冰球協會未能做到這一點，因此認為需要採取紀律處分。下一則新聞：美近回顧香港開創性的銀行業生涯。南華早報報告，英國投資銀行 Cazenove 的香港第一位女性和亞洲合夥人美近創建了 Accelerate 計劃，以開發女性人才擔任高管和董事會職位的管道。在制定該計劃之前，譚在為董事會爭取性別配額時，在香港遇到了阻力。此後，該計劃不斷發展壯大，現在與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和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等機構合作。該計劃已說明100名婦女晉升為高級職務。他說，譚在2014年成為渣打香港的第一位女性首席執行官後退休，她的簽名印在香港鈔票上。這是他職業生涯的亮點。下一則新聞：匯豐中國市場主管成為亞太區聯席首席執行官顧問。路透社報告，匯豐大中華區市場主管陳宇晨將於下月初成為匯豐亞太區聯席首席執行官的顧問。此舉是匯豐投資銀行本周更廣泛改組高層職位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任命派翠克、喬治 Patrick George 為市場和證券服務部門負責人。石偉文目前是亞洲外匯、新興市場利率以及大宗商品和債券市場交易主管，他將在香港的市場部門承擔更大的職責。此舉正值匯豐銀行開始進軍新興市場之際。下一則新聞：劫匪冒充乘客在香港持刀捧住年長的士司機。南華早報報告，一名香港的士司機在一名持刀乘客試圖搶劫他後安然無恙地逃脫。司機突然停車，導致與另一輛計程車相撞。第二輛計程車的司機看到這名男子手持刀，抓住門阻止他逃跑。襲擊者後來從受害者駕駛室的左門逃脫，但兇手已歸。警方正在尋找一名年齡在20至30歲之間的男子，身高約1.73米。體格瘦弱，監控錄像可能已經捕捉到了嫌疑人，沒有財產被拿走，該事件被歸類為搶劫未遂。謝謝收看香港簡報。